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读书片刻。我在妹妹身上闻到了血腥味，以及古怪的其他味道。我问她发生了什么，她说有好多叔叔伯伯欺负她。我妹今年刚满18岁，但她智商不足5岁，而我是个盲人。我伸手摸妹妹，妹妹害怕得直抖，嘶嘶吸着气，呜咽着说：“姐姐，我好疼。”手底下，她的领口歪歪扭扭，裙子被撕坏，腿上有血。我意识到什么，立即报警。警察来了，妹妹却说自己没事。警察走访门旁邻居，得到的说辞是我妹是傻子，说话不可信。警察走了，而我妹成了全村男人的肉。妹妹害怕地紧拽着我的胳膊。通过空气中混杂的各种味道和压低的交谈声，我知道我们周围站着不少看热闹的村民。警察走后，他们仿佛卸下了面具，露出丑陋的嘴脸。他们不停谩骂，对我们指指点点，说他是傻子，都是抬举他了，就是个不知廉耻的小婊子。对，明明是卖的，还报警。2个女人交头接耳，声音并没有多小，吃准了，就算我们听见，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一个白痴，一个瞎子，还想抓我们？呵呵，这是孙刚的声音。晚上再把小傻子骗出来弄，保证舒舒服服，还没人找麻烦。这是孙强的声音。你们真的弄了小傻子？快说说经过。呵呵，一群男人像恶鬼一样凑在一起调笑。我浑身冰冷，强烈的愤怒让我颤抖起来，但我竭力控制着，没在他们面前露怯。我握住妹妹的手，拉着她进院子。院门被关上，妹妹仍然畏缩地躲在我身后。我强忍着泪意和心痛，紧紧捏着妹妹的手，循循善诱，告诉姐姐为什么对警察说谎。我的眼前一片黑暗，看不见妹妹的表情，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害怕和无助。她依然躲在我身后，抽抽噎噎。叔叔伯伯们说我要是告诉别人，就杀了我和姐姐。姐姐是姐姐，不是别人，所以才告诉姐姐。眼泪滚落。我们住的村庄叫孙胡围，村里大部分人姓孙或者胡。我确定孙刚和孙强是欺负我妹的凶手之二，2人是堂兄弟，是村里的恶霸。孙刚30多岁，已经结婚生子，就住在我家隔壁。孙强也30多，但因没钱又好吃懒做，娶不到老婆，光棍一条。2人合伙养鸡，身上经常有一股鸡屎臭。我嗅觉和听觉极灵敏，靠着气味和声音就能判断谁是谁。而我妹现在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鸡屎臭，除了鸡屎味和血腥味，还有一股持久纠缠的鱼腥味。告诉姐姐，欺负你的人是不是还有胡伯伯？村里姓胡的人第2多，其中不少靠养鱼为生。而我们家姓曾，是这个村的小姓，父母早亡，只有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一个瞎，一个傻。今天的事就像给黑暗撕了一个口子，欺辱我们的人没有得到丝毫教训，后面就会有更大的黑暗侵袭我们。是，叔叔伯伯们。我眼泪流得更凶。妹妹傻，见到比她高的都喊叔叔伯伯，认得脸，但对不上姓名。她压根不知道恶人姓甚名谁，只会喊叔叔伯伯。妹妹一定哭着求饶过，这些比她年长许多的恶棍们，可曾有过哪怕一丁点的心软？就在刚刚，男人们还在商量着怎么欺凌我妹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。
任人欺凌。怒火灼烧着我，我扶着墙壁走来走去，像牢笼里的困兽，做着某种不甘心地挣扎。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妹妹被人欺辱，我要想办法，我要冷静。报警这条路显然走不通。我妹妹的话，警方不信，村里人也都不说实话。就算有人说了实话，这群畜生被抓去关几年就会被放出来。姐姐，妹妹忽然哭了起来，我一下顿住，小腿上有个脑袋蹭过来，是家里养的狗，我们叫它豆豆。豆豆不安地蹭着我，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我的焦躁和愤怒让妹妹和豆豆感到不安。我的傻妹妹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本能的害怕。我摸过去，擦着她的眼泪，把她抱进怀里。以后不准一个人出门，知道吗？我严肃叮嘱。妹妹像只胆小的仓鼠依偎着我，知道。我带她进屋洗澡，她一直喊疼，累极后她躺到床上睡着了，我却毫无困意，脑子里全是村民的恶意谩骂，以及孙刚、孙强的恶心嘴脸。以他们的蛮横嚣张，一定会再下手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保护妹妹。我豁然起身，从厨房拿出斧子，把妹妹积攒的成堆玻璃瓶全都敲碎，再把碎片铺到院墙下。黑夜会隐藏罪恶。果然，半夜我听到有人翻墙，只是下一秒，男人发出惨叫：“妈的，老子的脚！”是孙强的声音。现在是6月份，天气炎热，多数人穿着单鞋，很容易被玻璃渣扎穿。更何况孙强为了不弄出动静，很可能赤脚跳进来。呜！豆豆一跃而起，勇猛地从墙角下冲出去，朝着孙强狂吠。我屏息站在门内，手里握着斧头。如果孙强敢进来，我就砍死他。但他没有。啊！敢咬老子，老子弄死你！豆豆咬住了孙强，孙强跟他厮打起来。豆豆不是什么名贵的狗，但他很忠心，很勇猛。孙强被咬退，咒骂着打开大门跑了。妹妹听到动静，起来问怎么了。我一把拉住她，没事，你接着睡。妹妹抱住我，姐姐我怕，跟姐姐一起睡。我去把门关上，折身陪妹妹睡觉。但我根本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怎么对付这群畜生。然而人总归不是铁打的，天蒙蒙亮时，我居然睡着了。等醒来时，空气中飘散着食物的香味。我惊得慌忙起身出去。姐姐，吃早饭喽！妹妹像往常一样傻乐。听她语气正常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洗漱过后，我坐在院子里喝粥，妹妹坐在一旁吃自己做的葱油饼。我捧着碗，想起10年前那个寻常的傍晚，我放学后带着妹妹去田里找父母，我们嘻嘻哈哈地帮父母拔草。回家的路上，爸爸开着3轮车，妈妈与他并排坐在一起，我们俩坐在后面。一辆货车失控，撞翻了我们，爸妈当场死亡，而我的眼睛被货车上装的玻璃碎片划伤，从此失明。妹妹呢，摔到脑袋，成了傻子。但她好歹4肢健全，这10年来，家务活几乎都是她做的。粥烫得我舌头发麻，眼泪蓄满眼眶。我低头，泪水滴进碗里，我囫囵吞下。饭后，我带妹妹一起敲玻璃瓶，把碎片铺得更密，就连外墙都铺了一圈。晚上，我要去孙刚家。
妹妹对孙刚家最熟，以往最喜到他家玩，但现在站在门口死活不进去，很排斥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把她送回去。不要出去，知道吗？妹妹乖巧地嗯了嗯。出门之前，我打开房里的加湿器，空气立即变得湿润起来。我握着导盲杖，来到孙刚家。孙刚家院门没关，我走进去，听到厨房里传出刷锅声。孙刚的老婆是邻村人，为人懦弱庸俗，警察走后是骂我妹最凶的女人之一。大姐，我出声喊，仍然好声好气，跟以前并无不同。我看不见孙刚老婆的表情，只听她声音充满轻蔑和鄙夷。你来做什么？厌恶的语气，仿佛我是什么肮脏之人。明明是她老公做了龌龊事，她却怪在别人身上。我心中燃烧着怒火，面上却不显丝毫，近乎讨好的开口：大姐，我妹受了刺激，在家发疯，我想明天带她去镇卫生院看看，晚上赶不及回来，晚上你能帮我看家吗？不等孙刚老婆说什么，我从口袋里摸出3张100块钱递出去。大姐，就当可怜我们姐妹吧。手上的钱被接了过去。孙刚老婆嘴巴还犯倔：你家有什么宝贝，怕被人偷？我笑笑，半真半假，我爸妈传的金条藏在家里呢。我爸妈生前勤快，眼里有活，赚的钱比同村人多很多。我说这话，便多了几分真。更何况，爸妈被撞身亡，我和妹妹得到了一大笔赔偿款，我们还有残疾人补助，这些都显得我们姐妹有钱。好，就1晚上啊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。1晚时间够了。我沉默地往回走，回到家时感觉不对劲，豆豆，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，一股不祥爬上心头。我跌跌撞撞地往里走，脚下一滑，狼狈摔倒在地，手掌摸到地面，满手湿滑，凑到鼻尖一闻，是血。周围没有豆豆的丝毫回应，反而响起一阵窸窣声和戏谑嘲笑。他们大概觉得我听不到，躲在角落悄声说话。这狗起码有60斤，我们俩吃不完，叫上胡杨张四一起弄个狗肉火锅怎么样？孙刚的声音透着兴奋。以前他来我家，豆豆对他叫得最凶，现在被他们杀了，高兴坏了。好是好，但今晚没逮到傻妞，心里痒痒的。孙强不甘心地嘀咕。孙刚呵呵呵的，像恶鬼一样一阵怪笑。急什么？她们姐妹还能跑了？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。孙强觉得孙刚说的对，痛快地附和：对，一个傻子一个瞎子，跑了我也能去追回来。两兄弟得意地笑着，拖着豆豆的尸体走了。我爬起来，趔趄着回房。原本叠好的被褥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脚下还扔着衣服，他们连衣橱都找了。妹妹，我忍着恐惧，脚下踉跄地摸到草垛。我扒开草垛，摸到了妹妹，她喊姐姐。我挤进去，与她并排靠在一起。姐姐，如如很听话的。如如听到豆豆哭了，哭得很惨，我想去帮她，但姐姐说我不能出去，如如就一直躲在这里。可是如如好难过，他们打豆豆，豆豆后来不会叫了。我忍着泪意抱住她。妹妹很乖，很棒。豆豆也很棒。妹妹哭着说豆豆好可怜。这一晚我们没有回房。狗肉火锅肯定少不了酒，今晚不可能太平。
但我没想到第一个来的居然是孙刚的爸。他喝醉了，把我家大门拍得哐哐响，嘴里说着污言秽语，说我妹能给他儿子弄，也能给他弄。这个3年前死了老婆的老头子，连老脸都不要了。随后，孙刚和其他人来了，听到这些话，孙刚大概觉得丢面子，跟他爸吵起来。父子俩吵得很凶，孙刚动手拖他爸回家，同时不准其他人先动手。姓孙的听他的，姓胡的可不管，直接闯进我家找，但没找到，一夜担惊受怕。翌日一大早，我带妹妹坐车去镇上，找了一家宾馆住下。我们哪儿都没去，只窝在房间看电视。妹妹看得很开心，我听得也高兴，只是心里存着事，我一直心神不宁。孙刚老婆会去我家睡吗？给得300块钱，会不会太少？如果她嫌少，应该会想要我家里的金条。她会去的。我跟妹妹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，我带妹妹去太平桥。太平桥是镇上的地标，两旁常年有摆摊卖书和算命的，其中有个丑瞎子摸骨算命特别准。我听村里人闲聊常提起，远近驰名。大师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不信算命，但村里人信，尤其是老人。重金之下，丑瞎子答应帮我。商量好细节后，我们在面馆吃过午饭回家。公交在村口停下，妹妹牵着我往家走。一路上，我听到有人在议论纷纷。这小婊子还有脸回来？一个村被他搅得鸡犬不宁，怎么不死在外面？你说他们家是祖坟没埋好，还是宅子有煞气，死的死，残的残，没一个完整人，是有点邪乎。要不然孙刚、孙强也不会死在他们家了。孙刚、孙强死了，事情远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。我激动到颤抖，下意识抓紧妹妹的手，她显得惶恐不安，脚步急促。大概是村里人看她的目光都不再友好。妹妹，你很能干的，你没有错。我紧了紧她的手。真的吗？可是他们好像都不喜欢如如了。没出事前，村里很多人喜欢我妹。我记得她小时候就长得雪白可爱，长大了应该也没变丑，只是傻是原罪。增加的如如，有姐姐喜欢就够了。我摸着妹妹的头，和她慢慢踱进院子。地上豆豆留下的血干了，但仍有血腥味。妹妹应该是看到血了，沉默着不说话。我们进屋，妹妹被吓得尖叫。我用力一嗅，满屋子的血腥味。妹妹，怎么了？妹妹声音颤抖，有血，好多好多血。我不禁弯唇，这些血应该都是孙刚、孙强的。妹妹，你先坐这别动，姐姐有事到隔壁去一下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证实一下。妹妹听话地搬出小板凳，在院门口坐好。我握着导盲杖走向孙刚家，离得近些后，立即就听到了凄厉的哭声，夹杂着一些说闲话的。我用力嗅了嗅，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味道，仿佛全村村民都来了，特别是姓孙的。我听出有姓孙的长辈在说：“人都死了，赶紧办后事吧，现在天热，不能割。”孙刚老婆嚎啕大哭，这个家只剩我们孤儿寡女了，怎么办？我站在一旁，悄然握紧导盲杖，听到他们嘀咕：要不是这张花宴不守妇道，也不会发生这种惨剧。现在还有脸哭？对，太惨了。一夜之间，男人死了，公公被抓了。
泼凉水的都是姓胡的，姓孙的都在商量办丧事。胡大娘，孙刚大哥家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出声问。人群静了一瞬。胡大娘阴阳怪气地回答：“事情就在你家发生的，你不知道。”我摇头。昨晚我们不在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一个瞎子，能知道什么？人群里有人冒出一句：“昨晚上，这个张花燕和孙强鬼混，被孙刚当场抓包。孙刚急怒攻心，要杀孙强。孙强怕了，跟孙刚打起来，失手把孙刚杀了。刚好被孙刚爸撞见，孙刚爸又抄起斧子把孙强杀了。张花燕都吓傻了，反应过来后，两人都没救了。等到天亮，警察来了，把孙刚爸带走了。我想过程应该会很刺激，但没想到这么精彩。我装作震惊的样子，嘴里喃喃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张姐和孙刚大哥的感情挺好的呀。有人发出轻嗤，明显觉得我是在睁眼说瞎话。我本来就是瞎子，我不管这些，只舒畅地呼出一口气，同时竖起耳朵去听周围的动静。我知道胡杨就在现场，但不确定张四在不在。这两人我也不会放过，但他们跟孙刚、孙强不同，住的离我家比较远，我不是很了解他们。只知道胡杨上过大学，是个大学生，在外找了2年工作没找到，回家在父母的支持下包鱼塘养鱼。张四则是打零工的，没固定工作。我往人群里凑，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风油精味。我故意在家里开了加湿器，加湿器里倒入了风油精，只要有人去过我家，身上就会沾上这种味道，就像刚吃过火锅的人，身上会染上一股火锅味。有5、6个男人身上有这种味道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冲着我妹去的，还是听到打架声去的。但深更半夜，谁会关注我家的动静？除非心怀邪念之人。闻着刺鼻的味道，我眼眶火辣辣地烧起来，后背冷汗直冒，本能地握紧手中的导盲杖。正在我胆寒又恼怒时，一道尖锐的哭声朝我飞速扑来：“曾倩，你该死！是你害了我们家！”张花燕像个疯子一样冲过来，我眉目一拧，飞快地后退。好巧不巧，撞到一个人怀里，这人把我往边上一扯，堪堪躲过张花燕的撕扯。张大姐，明明是你不检点招来祸事，怎么反倒怪我？我柔柔地反问。张花燕气疯了，觉得就是我害了她，嘴里大喊大叫着，说我故意引她到我家睡。我摇头，我是请你帮我看家，但不知道你要跟孙强私会啊。因为奸情被撞破，闹出人命，本来就受人非议。张花燕现在还像个疯子似的，把责任推在我身上，根本就没人信她。她没闹一会，就被姓孙的长辈呵斥，让她配合办丧事。张花燕没办法，哭嚎着把家里钱全拿出来办事。刚刚谢谢你，我歪头，循着味道朝刚刚帮我躲过张花燕的男人道谢。不用谢。声音很年轻，风油精加鱼腥味，是胡杨。我不动声色，趁机提出请求，周围好像有很多人，能麻烦你送我回家吗？这人很快回应：好。这边走。他拉住我的导盲杖，带着我回家。到家门口时，妹妹高兴地冲过来，但随即恐惧地尖叫一声。我赶忙抽出导盲杖迎上她，她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。我心下了然，眼前的人必定是伤害过她的胡杨。
胡杨果然是念过书的，不慌不忙，还一副无辜地问我妹妹怎么了。我若无其事地笑笑，我妹智商就跟4岁孩子一样，你别介意。恶魔一阵轻笑，是吗？但她长得很漂亮，眼睛纯纯的，像小白兔一样懵懂，可惜你看不见。我指甲掐进掌心，尽力表现得自然。她小时候就长得可爱。胡杨静了一瞬，也不知道在盘算什么。片刻后，突然来一句：“你们是姐妹，你也长得不差。”手心都是冷汗，直觉胡杨是比孙刚、孙强还坏的存在。他们坏在明面上，能让你防范，但这个胡杨好像披着一层文明的外衣，做着极为城府的恶事。好在我有所准备。村里刚死了2个壮汉，莫名消停。我和妹妹睡了个安稳觉。第2天，孙刚、孙强出殡，也是裘瞎子来村里的时间。听说裘瞎子来了村里，很多人跑去找他算命，尤其是姓孙的。一圈算下来，裘瞎子说姓孙的最近碰到了煞星，男人会有血光之灾，女人则会破财。有人问谁是煞星，裘瞎子摇头表示不知。我按照计划带妹妹也来找他算命。他摸我妹的手骨以及脸骨，一番操作下来，突然惊吓地呀了一声。我让妹妹到不远处的老槐树下去玩，等她走远才问：“大师，我妹命不好吗？”裘大师直摇头，好一阵欲言又止。边上等着的、看热闹的催他有话直说。裘大师唉声叹气：“你妹妹命格很硬，但天生煞星，克父克母克姐妹，凡是跟她沾上的人都会被克，男人会有灾祸，女人会破财。”周围人立即炸了。有很迷信的老人追着问裘大师：“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村的煞星？”裘大师沉吟着，仿佛是为我们考虑，故意不回答。但沉默是另一种肯定。我相信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村里人看我们姐妹的眼光一定变了。裘大师算得很准，这曾如确实命硬，父母都被他克死了，姐姐成了瞎子，自己是个傻子，还活得好好的。我看孙家2兄弟就是沾上他了才死的。农村人迷信，有时候很信灾星一说，加上还会破财，哪怕为了玉不要命了，谁能受得了没钱？裘大师给我妹算过后，仿佛怕沾上霉运，让徒弟立即收拾东西走了。我佯装去追，想问他破解之法。裘大师，给我说个保运的法子吧。焦急中，我从口袋里摸钱，却听咚的一声，有块东西掉到地面上。曾倩，你东西掉了！有人嘴快喊了一声。我停下脚步，蹲下摸地面，可惜怎么摸都摸不到。我闻到面前飘过一股六神花露水味，我知道胡大娘喜欢往身上喷花露水。掉在地上的东西应该被她捡走了，我没找到。你们能看到掉哪儿了吗？胡大娘抢着回答：“是陆平看错了，你没掉东西，就欺负我是瞎子呗。我明明掉了一根金条，这根金条是真的，值很多钱。哦，怪不得我找不到，已经被拿走了，找到才怪。这么一耽误，裘瞎子早走了。”我伤心失望地呆站着，好一会才认命地去找妹妹。相信经过裘瞎子这一渲染，我妹是煞星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全村。那些想欺负她的人就会掂量掂量，自己是想死还是想破财。更会想到现成的例子，孙刚、孙强死了。妹妹，我们回家。路过人群时，
我特意打听了一下，原来陆平是张四的老婆。陆平有甲亢，张四有钱也不给他看病，就一直拖着他，他整个人瘦得跟皮包骨差不多，也干不了活，成天被张四打骂。家里有个儿子，有样学样，对他这个亲妈也很恶劣，10几岁就辍学在家打游戏。张四很高，听说是全村最高的男人，就算我和我妹加起来，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但我不会放过他。孙刚、孙强的死，仿佛给村子蒙上了一层阴霾。我妹是煞星的传言，就在这血色的阴霾中肆意传播。孙强父母成天上门咒骂张花燕，张花燕反复说他们都是被我们姐妹害的，无形中证实了传言。她受不了日日的辱骂，没过多久扔下孩子回娘家了。至此，很多人都不敢再想着欺负我妹。但人都有忘性，一切都是暂时的。更何况，说不定有人根本不信这一套，比如胡杨。有一天，我跟妹妹出门买菜遇到他，他就朝我们阴阳怪气地笑，说我想了个好办法。虽然没明说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直接否认，他肯定不信。我想了想，冷声冷语：“他们是活该，谁叫他们欺负我妹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是他们欺负你妹？”胡杨问。我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偷听到的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张四。”我故意漏掉他，表现出不知道有他的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胡杨语气了然，但明显不很信。就他们3个。我立即追问：“你知道还有别人？是谁？”胡杨讪讪一笑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这3恶棍，他们太坏了。”我沉默一瞬：“谢谢你。”胡杨有些意外：“谢我什么？”我妹明明是受害者，村里人却骂她，只有你善良，说他们是坏人。不知道胡杨有没有被我的话触动。到了晚上，门外时常还会有动静，仿佛有人在窥探我们。虽然我做出了有力的反击，但仍有恶魔在伺机而动，而我照样不会坐以待毙。这天，我带妹妹出门，故意让她在张四家门口来回走。我已经打听到这个时间点，张四在村里的棋牌室打牌，陆平去了村里的小诊所。张四家只有13岁的儿子在，妹妹并不知道这是恶魔的家。她在我的鼓励下弄出动静，很快吸引了张四儿子的注意。是你这个白痴！张四儿子走出来，一见面就不怀好意。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我妹吓得连连喊叫，害怕地躲到我后面。妹妹，我镇定地喊她。她慢慢反应过来，把我提前准备好的东西递出去，给你爸爸。我特意选了个看起来高档漂亮的盒子，张四儿子一见就被吸引了，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。这是什么？他好奇地追问，貌似已经手快地把盒子接了过去。是茶叶，听说你爸爸很喜欢泡茶叶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同样摸出300块钱递给张四儿子，这是给你的，能买好多装备。我看不到张四儿子的表情，但他一定很开心，急得直接来抢钱。但我把手缩到后面，皱着眉：“你答应我把茶叶给你爸喝，而且不能说是我们送的，你能做到就给你。”这简单，我保证做到。张四儿子信誓旦旦，得到他的再三保证，我才把钱给他。张四为人自私冷血，平时根本不教育孩子，老婆又疾病缠身，根本无力教育。这孩子为了装备，多半会守口如瓶。没过1个星期，张四在家中死了。他死得突然又蹊跷，
本可以解剖查明死因，但他活着时没赚到钱，家里没有一点积蓄，陆平根本没钱去查什么，就这么草草办了丧葬事。至于张四儿子，一个字也没提茶叶的事。如果有人拿茶叶去化验，可能会发现里面含有蓖麻。张四下葬这天，我和妹妹在家吃红烧排骨，格外的香。4个，已经死了3个。原以为晚上院门外能消停，但并没有，依然有鞋底踩在玻璃渣上的轻微声响。我想，那块金条该派上用场了。半夜，等妹妹睡熟，我壮着胆子开门出去。是谁？我没厉喝，也没显得多害怕，堪称轻柔地喊了一声。闷热的空气会让气味变得更清晰。而且最近是初虾旺季，胡家的鱼塘每天都要捞大量的虾，接触下来身上就会有股腥味。是我，胡杨淡定出声。我暗暗捏了捏指尖，强迫自己冷静。你来我家门口做什么？我直截了当地问。胡杨一阵讪笑，觉得你很聪明，就想见见你。我愣了一下，睁着茫然无焦距的眼睛。真的？我语气变得更加轻柔，并且朝前走了几步。我穿着拖鞋，又看不到，脚下一崴，身子失控地往前摔。一双有力的手臂立即捞住我，我趁机攀住他的胳膊，撞进他的怀里，强忍着恶心，赶紧说谢谢。胡杨扶我站好，语气半真半假的调侃：“你该找个老公照顾你。”我绞着双手，一副孱弱无助模样，自卑又茫然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自己是盲人，又要照顾妹妹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嫁得出去。胡杨笑了笑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嫁不出去？没有多说。胡杨也没再多说，很快走了。但这晚过后，他经常来找我，多数时间是晚上，偶尔白天他有空也会来。妹妹最怕他，每次他一出现，都会躲得远远的。我心知肚明，忍着痛意与他虚与委蛇，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但我不确定他到底想做什么。他跟我示好，不可能是真的想娶我。而且他最近来我家，还会带着其他人一起，而且还都是男人。凌晨，我指挥妹妹操作智能手机，尝试了很多遍，终于成功了。随后，我24小时戴着蓝牙耳机，不错过胡杨的每一通电话。我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放了窃听器，是我托人在网上买的。胡杨接打电话最多的是鱼虾买卖，监听了2天之后，终于提起我们姐妹了。有个人打电话问他货色怎么样，他笑嘻嘻地回答：小东西长得特别纯，而且是傻子，跟仓鼠一样胆小，驯服了很听话的。真的？不会有问题吧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这女的智商不足4岁，什么都不懂。上次我是第一个上的，当时要不是被孙刚他们3撞见，我也不会便宜他们。事后我威胁他不准告诉别人，他连警察都没说。你说傻不傻？电话里，胡杨一阵得意的怪笑。我握着导盲杖，恨不得冲到他面前，立刻把他碎尸万段。你把他弄过去，身子玩坏了还能卖器官，保准不亏胡杨推销商品一样，竭力游说。那边胡姨，你不是说他还有个瞎子姐姐吗？为什么不连他一起？胡杨嘿嘿一声，瞎子虽然瞎，但不傻，而且手里有钱。上次我婶子捡了他1块金条，拿去一鉴定，是真的，值6万多块，
而且他家的赔偿款都在他手里。我听得遍体生寒，同时又忍不住兴奋。那根金条果然起作用了呀！胡杨果然在外混过的，路子广，不但想把我妹弄去卖身，连她的器官都想卖。我忍着怒意，若无其事地继续跟他交往。只是我让我妹住到了村支书家。村支书恰好姓曾，既是本家，又是我爸生前的好朋友。我爸妈死后，他一直照顾我们。只是我妹出事报警那天，他去出差不在村里，又没人在他面前嚼舌根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遭遇。关于我妹是煞星的传言，他倒是听到了，还专门开会训斥了某些村民的迷信。他是个好人，老婆是小学教师，人也很好。把我妹放在他们家，我很放心。安排好妹妹后，我跟胡杨的交往大胆了起来，我甚至会主动拉他的手。他感受到我的热情，反过来就来亲我。我强忍着恶心，顺从地让他得逞。我们的关系慢慢升温。时间已是7月，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我听天气预报，明天有暴雨。我提前做了准备。暴雨前夕，我找到胡杨，他还在鱼塘里忙碌。我穿着长裙，披着防晒衣，戴着遮阳帽，站在鱼塘边喊他。他有些意外，问我怎么来了。我朝他露出甜笑，想你了，天气好热，我给你带了冷饮。我把带来的冰激凌递给胡杨，扑通，水面传来轻微的声响，应该是胡杨扔了冰激凌，他提防着我。我浑然不知的仍然朝他笑。你忙完了吗？我想划船，你能带我去吗？瞎子划船，不是任人摆布吗？胡杨一口答应下来。他找来一条船，拉着我上去。你眼睛看不见，坐好了别乱动，他装作关切的叮嘱。我笑笑，歪着头面朝他的方向。就算我掉水里，不是还有你吗？胡杨笑笑，我不会游泳，救不了你。我抿了抿唇。他不会游泳这件事，我知道。天气预报很准，很快起风了，风吹的水面一荡一荡，连小船都跟着飘。这船应该是胡家用来打鱼的，船上一股腥味。好热呀！我站起身，故意往船沿靠，准备从防晒衣里拿纸擦汗，结果兜里的金条掉了出来，落在船面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金钱的声音一定很美妙。胡杨一下就激动了，你出门怎么带着金条？我无奈地呀了一声，藏在家里不放心，就随身带着，是不是掉了？我懊恼地蹲下找，只能靠摸。然后我飞快地摸到拿了起来，结果一高兴，金条脱手飞了出去，扑通一声，像冰激凌一样掉进了水里。这根金条比被胡大娘捡去那根大1倍，价值10几万。胡杨清楚这一点，他吃惊地大叫一声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水面发出巨大的水花。为了金条，胡杨跳进了水里。轰隆！这一刻，天空刚好传来巨雷。胡杨落水后，脑子清醒过来，开始呼救。但在风雷及暴雨中，他的声音被掩盖了。雷声大得可怕，周遭应该没人。原以为胡杨必死无疑，可他居然抓住了船沿，船身被他拉扯得晃来晃去。倾盆大雨中，我摸索着，终于碰到他的手，用力地去抓他的手指，把他往下掀。但他求生的本能太大了，我没办法，直接跳进水里缠住他，把他往水里带。他气急了，在水里一边挣扎
一边大吼：“你个毒妇，放开我！”我咬着牙，死死勒着他的身体。我12岁之前就会游泳了，水性很好。哪怕我不会，我也会豁出性命让他死。其实胡家的鱼塘生意搞得不错，也赚了一点钱。但胡杨染上了赌博，家里的钱根本不够他还债，所以他特别需要钱，然后理所当然的想要卖掉我妹，想要摘她的器官，还想骗我的钱。只是因为我妹傻，只是因为我眼盲。这一刻，我像他们一样，像个恶魔，桀桀怪笑。终于，胡杨在我的死缠下渐渐没了力气。我在失去意识前推开他，浮出水面。刚露头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我脸上，泪水混着雨水往下流。我朝着一个方向游过去，脚下很快触到淤泥。我站起来，往上走，没有回头，跌跌撞撞地乱走，好几次跌进鱼塘，又爬出来。没有妹妹的帮忙，我一无是处，就连豆豆都不如。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离开了胡家的鱼塘。路上遇到下田往回跑的人，问了他们方向，才找到自己家。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砸了窃听器，然后扔到厨房锅底草灰里。缓了好久，我才平静下来。只是刚想休息，村支书老婆来喊我：“倩倩倩倩！”在瓢泼大雨中，一声比一声急切。我心脏一缩，总觉得双手沾满血，要有报应。可转念一想，我们已经如此境地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婶子，我在这里。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浑身都是湿的。村支书老婆大概也没注意，嚷着：“不好了，你妹跳井了！”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在我为她报仇后，她跳井死了。不要！眼泪先于反应流下来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村支书老婆见我呆住，上前来拉住了我。我来的时候，他们下去救人了，你快跟我去看看。我脚步踉跄着，任凭他拉扯着我往前走。村支书家院门口有一头老井，通上自来水后用的很少，平时井盖盖得严严实实。但我妹趁人不注意，掀开井盖跳了下去。周围有好多声音，我听到有人在击打，似乎是在抢救。我扑过去喊妹妹，妹妹，脚下好滑，我摔倒在地。有人握住我的臂膀，把我拉到我妹身边。醒了醒了，有人大喊。我摸到妹妹，一把抱住她，捶打着她的肩膀。曾如，你为什么要不听话？不是叫你好好待着吗？曾如吐出一口水，在我的质问下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委屈又可怜。她像个孩子一样扑进我怀里，嘟囔：“他们都骂如如，说如如勾引叔叔伯伯，如如没有，还说如如是煞星，煞星是不好的东西。”我紧紧地抱住如如，肯定又坚定地告诉她，如如没有错，如如是很棒的孩子。还有煞星，不是不好的东西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姐姐的星星，永远照亮姐姐的路，明白了吗？妹妹居然对我的话有所质疑。真的吗？我板着脸，假装生气，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问曾伯伯。妹妹仰头问他，曾伯伯肯定地回答一个字：是。妹妹破涕为笑。听说暴雨之后，胡家的鱼塘涨了半手臂的水。炽热的太阳下，人们发现胡杨的尸体。由于温度高，尸体已经发出了臭味，身上叮满了蚂蟥和苍蝇。
胡家人只以为他下雨天下塘捞鱼，不慎落水淹死了。当初欺负我妹的4个人，无一例外都死了。村民愈加相信传言，虽然传言是我想出来保护妹妹的，但妹妹受不了村民忌惮害怕的态度，于是我带她离开村子，到镇上生活。只是被胡大娘捡去的那块金条蛮可惜的，毕竟是真的。至于丢进鱼塘那块就不可惜了，毕竟是假的。